首先要把姿势摆正。就是你这个可以当成一个反面教材，又翘二郎腿啊，就是你翘了二郎腿，你的骨盆和腰椎会有一定的旋转，所以如果是孕期的妈妈在早期、中期，如果这个姿势，她可能中后期产生疼痛的概率就会增加。就关于二郎腿，我还是很想说，就真的，一坐下你就是这么，我从来不会这么翘，就每次都是这样。其实这个就跟那个问题一样，就到底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？就是你一开始呢，你可能是因为习惯，就是想稍微偷点懒，所以你这样的坐姿。但是这个坐姿呢，就是时间长了之后，真的引起了肌肉的短缩和这个关节的一个稍微一个不太对称的状态。你之后就会觉得，哎，我这边就短着是舒服的，你就倾向于只翘一边，或者是总喜欢翘二郎腿。这也是为什么有好多人会觉得。他说：“我也知道我应该收下巴，对我应该保持在这儿，但我觉得好难啊，谁能这样一直保持？就最重要的第一步，先改变的是什么？先要改变的是大脑对于这个中立位的感知，因为你的大脑会觉得我这样才在一个中间的位置，但其实他不觉得这样是中间的，所以他过一会儿他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。就是你要通过训练去建立新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，那个训练非常好，那个就是纠正，让大脑知道我的肩胛骨应该在这儿，我的头应该在这儿。很多人站起来之后会觉得自己有点长高了，是因为大脑觉得这个姿势才是对的，是中立位的。而这个改变的过程是需要训练至少有2到3个月的时间，才会真的建立起一个好的体态的一个感知所以当你先把神经改变了，你剩下的就很容易了。就好多人总觉得我这儿很累，我要一直持续的去做按摩，其实是不对的。就是你怎么按，你只是按的是肌肉的紧张，你改变不了神经肌肉的控制。所以怎么去改变大脑的这个关节位置觉的这个认知呢？就是要通过训练。咱们现在呢就讲解一下怎么训练脊柱的，尤其是上半身颈椎、胸椎、肩胛骨的正确的中立位置觉的一个感觉哈。对，趴下来，额头顶到这个垫子上。好，这个训练呢是分为3个部分哈。第一步呢是先建立好的肩胛骨的位置，所以呢是肩胛骨架在一边，肘关节往前方来一点，手指头伸直。对，好。所以这个角度呢，肩膀的角度大概是100度到120度，先从比较简单的接近于90度的这个位置开始啊。其实也是差不多100度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。OK， 好，然后肘关节呢是接近于90度，然后这个手指是顺直的冲前方的哈。所以这是第一步，第一步就是摆位，就是把位置摆好，这样呢摆到对的位置上呢，就是去正确的发力，这个大脑才会记住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去发力的。然后第二步呢是核心的一个激活哈，好，还是刚才咱们练过的哈，对，然后你吸气的时候股肚子顶我的手，再顶得多一点。你发现没？你右侧要偏弱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放松。找不到感觉的话，就可以稍微咳嗽一下。咳嗽一下之后，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肌肉有在顶你的手啊。股肚子，好，这边确实要弱一些。好，顶住，但是要正常呼吸。好，保持住啊，这个力要保持住。第3步啊，就要开始发力了。你现在的前臂往下压，好，然后收着下巴，收着下巴之后呢，往上抬起来你的头。好，到这个角度停住，对，非常好。好，现在想办法再把这个背往上稍微拎一点，好，保持住，但是肩胛骨不能往上跑，对，保持住。然后呼吸有没有控制？吸气，鼓肚子，好，准备5、4，你看已经开始抖了，3、2、1，好，放松。其实抖是一个好的现象，说明你没有在用你的腰发力，你用的是你的前臂发力。就这个力是不能从腰上来的，一定要是从前臂发出来的。咱们再来一次，咱们先做3个热身，然后再坚持30秒，好吧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然后咱们再做一组，然后你就站起来感受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还是再重复一下。第一步，肩胛骨的摆位，对，肩胛骨放在正确的状态啊，肌肉都是在起始的长度。第2步，吸气，鼓肚子。好，第3步，然后前臂往下压，开始收着下巴往上抬，所有的力气都是从你的前臂发出来的哈。对，非常好，这里再稍微高一点，但是肩膀不要往上耸。对，很好，保持住。鼓肚子了吗？肚子鼓住。好，正常呼吸，眼睛视线是看向下方的，并不是往上抬的。对。肩膀往下放，这里再往上顶的多一点点，对，非常好。好，再加一个往上延展。你现在呢，想象你头顶有一根线，这个线呢要沿着你的脊柱的长轴往上有一个延展哈，所以要收着下巴，对，然后有一个向上顶的这么一个过程，好像在顶我的手。30秒啊，坚持住。你看现在在抖，其实说明是正常的，因为这个姿势其实很难的。这个颈椎其实听着没有很难的。这个颈椎其实是靠了这个重力往上要有一个抬，所以能够锻炼到深层的一个肌肉哈。包括胸椎的这个上端也有一个伸展，坚持住，还有5秒钟，收着下巴，对，好，3、2、1，好放 ，OK， 好，可以站起来感受一下哈，亲爱的。哎呀，哎，有感觉哎。对，你可以感受一下，就是觉得就挺拔的。对，你可以侧面拍一下，就是
其实练完之后这块呢，松了，对，然后觉得挺麻的。对，练完之后会觉得这个肩胛骨能放下来了。对各位姐妹们，在体验完了之后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涉及我们女生，就其实男性有更大的需求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关爱我们的男性朋友们，所以有请我们的这个设计老师也来体验一下。鼓掌，准备好了吗？1分钟哦。好，额头点到这个上面来。好，开始前臂发力往上抬，把这里往上顶多一点点，对，特别好，再顶多一点点。对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有点难啊，坚持住，收下巴，再整体往上多一点点，好，保持住。3、2、1，好放。哦，鼓掌。很难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保持不要憋气。其实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当你想要保证这个颈椎很好的状态的时候，你是需要几个隔膜，横膈膜的平行，一个是你的这个膈肌，一个是胸腔和颈椎的这个地方，啊，另外一个是盆底肌。所以当你这3个平面，是平行的时候，你的脊柱自然而然是在一个正确的曲度。这就为什么练这个姿势的时候一定要激活核心，是为了把这几个平面摆正。所以会觉得难，对，就是整个训练的频率和时长了。基本上如果耐力不太好的话，就30秒起步，不能做多了，因为做多的话，它就很容易姿势就错了。5次是1组，然后可以做2到3组。其实大多数人颈椎不舒服的时候哈，他稍微做一些后伸的这个动作，维持个10秒、20秒，就会觉得压力减少很多。就是收下巴，然后有一个往后仰的这么一个动作，但是不能挺胸椎。对，是的，然后收着下巴，再往后仰。再仰，再仰，再仰，对。其实你每次练都会有新的收获，你会慢慢觉得，哎，好像这个姿势就很自然，是这个肌肉不再紧张了。因为以前这个肌肉就大脑总想让它收紧去拎住它，就是这个神经的冲动就减少了，你这个自然而然就这种放松了。所以很多人他会觉得练完之后就比他在那按30分钟还要有效，他觉得整个彻底放松了。哦，厉害厉害，大家练起来，尤其是你上号背后的你，让我们把它练起来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